大家好，我是魏庄主。今天我们来从多维度来看看 A 股现在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哈。A 股现在目前呢确实波动比较大，上来一天一根大阳线，大家高兴还没有2天，市场就又往下走。那么投资于 A 股，在 A 股有仓位，我们单看 A 股仓位的话，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应该是回撤也是比较高哈。那很多投资者就很焦虑，不知道怎么办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聊这个话题，看看从多维度看 A 股现在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哈。那我们是周期派，我们当然是想办法看看这个从市场上来看这个周期的定位，在这一轮一轮当中处于哪一个位置哈。那我们看代表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证50，蓝色的线呢是行情，白色的线是周期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线呢，也就是行情呢，虽然说目前下跌了，没有之前就是没有破前低，可是它的周期位置已经到达了前低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从时间点上，从周期的时间来看的话，市场不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所以它的底部是不断抬升的。它到这个位置的话，就已经超过了它的极限，就到0了。所以目前这个市场这个位置呢，可以类比于这种位置、这种位置跟这种位置、这种位置，明白吗？看，这是2020年的1月份、3月份这个位置，好，还有2016年的1月份这种位置。也就是说，从周期位置来看的话，现在目前市场又回到了底部。那很多朋友讲说，太痛苦了。从2023年。我们就一直讲到了底部，然后现在又到了底部啊，然后又往回走，现在又到了底部。我们这一个底部在1-2年中间经历了3次，我想跟大家讲，它也是底部，看到吗？这种位置不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说现在目前的这种位置，我们且不说它什么时候能够上去，能够上去多少，我们就说现在目前这种位置确实是一个底，又到达了一个底部的位置，这是从周期位置这个维度来看哈。那我们来看聪明资金，聪明资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调取了市场的交易数据，好，来看这个机构投资它是什么时候入场。那我们讲呢，这个聪明资金有一点就是它只在市场的顶底部才管用，且它是左侧。我们看到在这个高点发现的时候，这个已经是个极值了哈，这个已经差不多是 9.7 左右的一个极值，一般 9.5 以上就已经很高了。这个极值呢是大概发生在2023年的11月份，那这个最低点是产生在2月份，也就是提前了3个月，2到3个月产生的哈。那么它产生了之后，后面的数据其实作用就不大了，我们主要看的是顶部跟底部。那我们再看哈，我们说聪明资金怎么用，你们还记得吗？我们聪明资金是这么用，当我们去提取周期位置到达顶部之后，然后同时验证聪明资金的位置是不是到达了0这个位置，对吧？因为它是反向嘛，我们说聪明资金它进货跟出货嘛，那出货的仓位就是0嘛，对吧？那如果是到达了这种位置，也就是周期位置到达了 0.5 以下的时候，我们就要密切观察聪明资金。如果聪明资金像这种冲顶了 9.5 以上了，那就说明市场的底部应该不远了。不管是周期位置还是聪明资金，它都是左侧。什么意思？就是市场底部的左侧，底部的右侧，这是右侧，顶部的左侧跟右侧啊，它是一个提前的一个指标。那这里面既包含了交易数据，也包含了基本面哈。周期位置包含了基本面，聪明资金这个数据主要是交易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呢，我们之后就没有再高频度的去更新这个数据了，因为它的作用已经过了。但是我们可以依然就是通过它来复盘它，来告诉我们说，目前的话，这个2月份这个底部，它就是一个周期级别的一个底部。好，那么从聪明资金来看，2月份那个是个底部。那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维度看风险溢价。什么叫风险溢价？风险溢价就是说你在风险比较高的股市上的预期的收益率减去无风险的收益率，一般是用国债，得出了一个你的这个风险的溢价。也就是说你承担了更高的风险之后，你获得的一个补偿。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的风险溢价，就是这个面积图，这个整个这个部分
现在已经又到达了一个这个高点，最高的点，这一轮最高的点是2024年的2月份，这个位置可以跟什么时候媲美呢？2019年的1月份，大家也知道，创业板是从2019年的1月份是走强的，很强，对吗？包括15年的牛市起步之前，那现在又到达了这个位置，虽然这个指数没有破前低，可是这个位置它又到达了这个位置，又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极值。看到吗？所以从这种数据也可以，从风险溢价数据，这是10年周期啊，也可以看出来现在目前 A 股的位置是个底部。那我们除了看风险溢价还看什么？还看超60 MA 什么意思？也就是整个全部的 A 股，它的股价突破了60日均线的比例。比如说有100只股票，然后其中有20只股票的股价运行在60日的均线之上，那我们就用20除以100，就是20%的股票站在了这个60日均线之上，这个比例啊，红色的线就是比例。我们看这个比例，现在2月份的时候是到达了一个极值，曾经的历史极值，可以跟2019年1月份，也就是创业板歘上去的那个时候哈，万德全 A 那个时候也上去，是个底部。现在目前又下到这个位置，也是相对的一个底部，最底部是在2月份，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从这个整体的单个的股票来看啊，我们不仅光看指数，整体的市场来看的话，这个市场也依然可以定位到是一个底部。那结合之前我跟大家讲说，现在 A 股为什么一直上不去，推荐大家回去看我那个视频，就是关于汇率的，就是 A 股现在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因为人民币上不去。因为现在目前市场跟汇率的联动性是非常高的，但是没关系，我们从日元相对于美元的走势，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亚洲这些货币在逐渐的相对它开始走强。以前我讲过日元，那人民币呢跟日元的联动性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好，我们相信它会走在它后面，人民币会逐渐的走强来带动我们的市场往上走。所以从多个维度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去复盘来看的话，现在 A 股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长周期的底部哈，底部就是底部，虽然底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呢它依然是底部。所以我真的不希望我的读者在底部这个位置坚持不下去了，来去做一个错误的判断跟决定哈。好，那么关于汇率呢，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很多哈，汇率也是有周期的。那我会写一篇文章，还有包括录一个视频，专门讲这个全球的汇率周期。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看，然后给我留言提问哈。关于汇率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提问。好，如果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请你点一个赞或者一个小心心。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主页更多精彩视频。